中国奔走5国开展斡旋，美英加大对乌军的援助，双方争夺的就是时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呢，围绕俄乌问题有2件事是需要一起关注的。一个事情呢，就是5月15日开始，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将围绕俄乌问题对5个国家进行重要的访问。第一站先去乌克兰谈，然后呢是波兰，跟着是德法2国，最后一站去俄罗斯。结果呢，今天又得到新的消息，增加了一站去布鲁塞尔，要跟北约谈一谈，然后再去德国跟法国。这个顺序就很有意味了。为什么要先去乌克兰？为什么要先听听乌克兰以及波兰的声音呢？因为俄乌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俄乌2国，也是俄罗斯跟东欧一些国家冲突的集中体现。要在俄乌问题上有效的进行斡旋，就不能绕开东欧，这个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个前提。而波兰呢，则是东欧国家中最有实力和代表性的，所以波兰成了第2站。此外呢，我们先去乌克兰还有波兰访问，也是要针对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出现的各种言论进行个表态。前一段时间呢，国内外都出现了大量歪曲中国政府正式立场的声音。国外这些声音刻意渲染说中国政府要改变俄乌问题的立场了，要放弃中立了等等，目的就在于增加欧洲对中国的敌意，破坏中国和法国一同扶持欧洲成为独立一极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在欧洲或多或少打击美国的战略价值，所以美国肯定不能容忍，那就必然要想办法在中欧之间制造冲突的声音。另外，中国与欧洲形成这种配合的前提呢，就是必须和以前一样，坚持对乌克兰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领土的承认，而法国呢，要引领欧洲，也不能损害东欧的利益，否则无论马克龙怎么想跟中国合作，无论是法国国内还是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同意。而且就算法国能够团结西欧部分国家，东西欧一旦是严重分裂，那就还是给美国留下了一半欧洲，美国就能继续利用东欧跟俄罗斯的冲突，再次把西欧拉下水。同理，俄罗斯也不喜欢中欧这种合作关系，因为这种合作意味着中国不会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几个州的占领，所以俄方态度是非常冷淡。佩斯科夫说了，普京很忙，不能保证有时间见李辉。拉夫罗夫也说，俄罗斯并没有把外交转向东方，只是因为西方跟俄罗斯不亲了，这才反衬出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份额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有所增加。而今天呢，俄罗斯还愿意与所有方面合作，这就是放出风声，打算修复与西方的关系。其实中欧关系方面，美国跟俄罗斯虽然出发点不同，目标倒是高度一致。除了美国跟俄罗斯，中国国内还有很多网民也不喜欢中国领导人跟法国领导人一起搞的中欧合作计划。很多媒体很多网民说，中国根本就不该跟欧洲谈，不痛打欧洲就是跪着起不来，就是亲美。这些言论当然对美国有最大帮助，美国可以对这些人感到很欣慰。所以李辉先去乌克兰还有波兰，也是要告诉欧洲国家，这些个声音都是个人声音，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意见。那么同样也很好理解，为什么美国跟英国最近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力度，美国大幅度提前了 M1A2 坦克的移交速度，第一批坦克已经到了德国，准备对乌军装甲部队开展培训。英国呢，这才把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交给乌克兰，使乌克兰增加了对整个克里米亚的打击能力。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增加乌军进攻能力和信心，让乌克兰政府相信有可能在赫尔松、克里米亚取得更大的战果，从而在谈判条件上表现得更加硬气。这些条件必然又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那么中国在俄乌之间就难以取得斡旋的成功。最终无论用哪种方式结束战争，美国都希望告诉其他欧洲国家，依靠美国才能对抗俄罗斯，同时美国是想淡化中国的作用，这也是另一个方向上拆中欧合作的台。那么中国现在就要跟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抢时间了，中国要尽早的体现自身的斡旋价值，不管是美国帮助乌克兰获取战场主动权，还是俄罗斯挫败乌军的计划重新夺取主动权，双方打出结果之后，胜利的一方都会觉得自己有本事，成绩跟中国无关。所以我们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抢在战场僵持阶段。
尤其是美国，他们想赶紧打破这种战场平衡，尤其是在乌克兰发动进攻的这个时机，增加乌克兰的战斗力，尽可能压缩中国在这个棋盘上的腾挪空间。